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四啊。今天早上一起床啊，看了看人数啊，新增了1000多人有啊，所以大家还是在家里好好待着。微信上有很多段子啊，现在就大家在家里待不住了啊，待不住没办法，多看点电影吧啊。最好也别出门。今天呢，我们就把那天说的庇护所这个事儿给大家讲讲。我个人认为啊，庇护所的概念是有2方面，一个是属户外的，这种庇护所是给你提供最简单的居住还有生存的一些保障必须的东西。另一方面来说呢，就是像我们人类居住的地方，或者说人比较多的地方啊，这种庇护所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食品的保障啊，在危急时刻的一种躲避灾难的这种场所。在我的想法里边，它还甚至可以帮我们提供平时的那一种居住，那就像普通的房子一样，我们可以住在里边，然后我们各种设施也是比较齐全的。那在有人居住的城市啊，这种的庇护所应该如何搭建呢？给大家画个图。我的理念是啊，首先我们应该在一个大城市啊，这是在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大城市呢，是我们平时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标记为home 家。那么在这种500万人以上500万人以上的这种城市，那我个人认为的庇护所应该在距离大城市50到100公里之间，是公里，记住。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庇护所用一个标签粘上我们在这儿写下来庇护所。那为什么说为什么我们的大的庇护所或者是在大城市里边，我们没有必要建这种庇护所呢？因为人口非常的拥挤，而且我们最重要是没有很大的空间。距离城市超过100公里之后，有可能又会是另外一个大型城市。第一，首先不能建在大城市；另外一个，我们要距离大城市有一定的距离。我个人认为最合适的距离是50到100公里。这个地方有基本的电有基本的水，有基本的气儿它的一些供应。如果在户外的话，水电气儿这些能源的供给是不多的我们选择地点是非常关键的应该选一个在大城市周边的那么一个地方，去建立我们的一个庇护所。当然很多人说了没有这个条件怎么办距离大城市50到100公里的时候，我第一我可能在大城市，我没有能力去在大城市周边再去买一套或者说储备这么一套房子。又亦或是很多人说我就住在离大城市离50公里到100公里的地方，这个事应该怎么解决呢？大家可以怎么着呢？我们可以在地下室把这些我们所需要的吃住穿用包括维系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放在地下室。甚至说，如果你就在大城市周边居住，那你可以做一个地下室，或者说你可以单独找出一间房间来做成那么一个庇护所。庇护所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概念，遇到比较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躲避这个东西。生存的时间比如说两周3周保持我们一个基本的居住的一个条件。我们平时也可以使用你平时也可以在那儿住，只不过是我们需要单独大概10平方米左右就够了我们在墙上可以做一些挂件像吃的住的，我们都把这个架子包括物品的存放水尽可能的用架子去把它做好。就像我昨天上地下室去一趟给大家看了看。说完了庇护所的选址这是刚才是第一个选址。第二个呢，我们讲讲庇护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的条件。很多人都说庇护所不就是有电吗？有水就可以了，还有什么要求吗？其实庇护所的这方面就平时的使用，我觉得大家大可以放心。如果到时候没有了外部能源的供给怎么办？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这个庇护所在能源充足或者非常非常好的时候这个能源是不会有中断的。但如果有了紧急的情况，比如说缺少了一些东西，缺少了水，缺少了电，或者说全部缺少的时候，我们这时候要考虑庇护所如何来不依赖外部能源的这种供给我们来给我们这个单独的这种庇护所来提供能源。这就是我要说的离线的功能。什么叫离线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可能我是80后很多90后可能不太了解。在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有病毒，包括原来的时候刚刚最早拨号上网的时候
很多电脑接入互联网之后，很多病毒在电脑之间传播，就像人传人啊，这次感冒啊，很多电脑的病毒那时候是非常发达，只要是你连在这根互联网上的所有电脑都有可能被攻击。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如果你的电脑不在互联网上，那你可以免受这种病毒的攻击。对于我们的房子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避免开外部能源的这种攻击或者依赖。那将来如果在所有的能源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单独的离线功能的庇护所可以单独给我们啊提供一个单独的能源供给，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这就是庇护所啊一定要有一个离线功能。这个离线功能我们可以平时不用，你不能说啊，这平常是不是好好的电、好好的自来水你不用，你非要用自己的太阳能发电，是不是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平时有电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正常的市电啊，正常的自来水，这都可以。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备份，就是如果电和水都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我们靠什么来获取电和水？这就是之前我要做的太阳能供电系统，还有就是雨水收集系统啊，这两个都可以在非正常的条件下提供给我们电和水。当然，我们具有离线功能那种房子，其实说实话最好有2种以上的备份。这是为什么说，首先我们要有太阳能发电，然后我们还应该有另外一个备份。另外一个备份是什么呢？现在我能想到最好的就是汽油发电机或者柴油的发电机啊，我们得有足够的油料。我们的太阳能没法使用之后，我们还有发电机可以使用，这就是电。水呢还是有2个备份。第一，我们要足够的储备平时我们使用的水比如说我们的矿泉水包括我们提前把自来水灌到很多水桶里边做一个日常水的一个储备。比如说停水了，停2周这种供水的话，我们有一个水的储备。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有水的获取的来源，就是没有自来水的供给了，我应该从哪里获得水？包括你周边的湖包括你周边的水域包括天上的降雨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做。通过这一次吧我觉得更加印证了一点，就是说我应该抓紧时间迫切的把这边那个房子我们把这些能源供给系统建起来，甚至说我们到时候即使自己用了用的多了，我们也可以把能源供给更需要的人吧，是不是？大家可能还有别人需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气儿，现在其实大家使用天然气包括煤气已经非常方便了，没有必要搞一个别的东西，是吧？但是如果假如说如果气儿也没有供给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前天给大家看的我储备了一些卡式炉的气罐这种气罐其实比较耐烧的几个小时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依赖于那几个气罐或者说那10几个那20几个气罐，我们搞上50个100个气罐又怎么样这个东西不可循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炉子吧，能把你想要做的东西做熟这可能就和户外的一些东西相关了但这种炉子我觉得还是应该储备一个的。另外一个能源包括我们的木头包括碳，我觉得这都是需要提前备好的这就是水电气儿，这是最基本的，我们最基本的能生存下去的东西。那当然你说食品，那食品我就不用给大家说了，食品有的是现在你包括这次吃啥的都有，听说最近还有人把草莓成盆的往家拿这东西吃我觉得就不需要给大家操心了中国人也不会从来不必担心吃的东西。所以包括我那个房子里边还有一个小院，我可以平时也种一些东西。去年冬天种的地瓜其实我也没有全刨出来其实都在院里放着。那今天呢按理情况来说不应该在这儿说边在这儿说边给大家用语言去交流，因为大家没有看到现实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不敢出门因为我们院里现在院也已经封闭了进出的车现在都需要测体温，如果上高速的话现在也要测体温，很麻烦。所以今天咱就不折腾了咱在家里说，把我之前一些视频里边的拍摄给大家说